你有没有每天期待多肉上色？你有没有严格控养了多肉还是没上色？你有没有控水太严格，还没等多肉出状态就已经收空盆的呢？其实多肉要想上色，除了与养护方法以外，还与品种有关。有些品种本身就是难变色，所以你做再多努力也是徒劳。你家里有没有非常难上色的多肉呢？有的请回复1，没有的请回复0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讲起来，多肉上色要必备2个因素，一个是大温差，一个是充足的光照。接下来的秋天就是多肉上色的绝好环境，大家一定要从品种、养护技巧等方面多下功夫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容易上色的5种多肉，特别是第4种，养成老桩的话，价值也会翻10几倍。在介绍容易上色的品种之前，先来普及一下多肉上色的知识点。多肉上色的知识点。多肉有2个色系养的肉友最多，一个是红色系，另外一个则是紫色系。红色系多肉的特点是醒目，秋冬季节上色之后颜色非常耀眼，我们想不注意到都难。而紫色系多肉的特点是上色快，光照稍微充足一点，它们就会迅速变色，同时还不易褪色。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那一定要多养紫色系的多肉才是。那么多肉怎么养才会变红？红色系的多肉叶片变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上色出状态，这需要讲究一定的方法。最简单的就是将多肉放在室外露养，在光照充足且有较大昼夜温差的情况下，我们在适当控水的话，多肉很快就会上色。当然，除了养护方法之外，我们还要选对品种。下面这几款多肉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。1. 天鹅绒。第一种易出状态的多肉就是天鹅绒，它属于景天科拟石莲花属植物，个头不大，但是颜值非常高。它的叶片倒卵形，先端及尖，叶片紧密排列，并且以连坐的形态排列在一起，整整齐齐，而且还容易群生。而且它的颜色非常漂亮，在没出状态的叶色也是叶色白里透青，犹如天鹅绒一般，而且在叶尖部分还有一点点粉色基调，增添了层次感。而当天鹅绒彻底上色时，原本的青白色会变成粉红色，甚至还会出糖心。有些花友可能不清楚什么叫做糖心，通俗一点解释，就是在叶心区域，叶片颜色会加深，而且只集中在那个区域，外加上它们本来的上色状态，观赏性会更强。如果阳光充足，天鹅绒的状态会更美，层层叠叠的叶片排列在一块，特别是在秋冬季节，颜色会更鲜艳，装饰性会更强。而且天鹅绒的养护难度也比较低，它属于杂交品种，所以集合了母本的优点。对于新手花友来说，选择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天鹅绒相比其他普货多肉，它的价格会偏高一些，好在它的颜值高，而且不容易生病，因此入手也不会亏。平时尽量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室外，它就可以快速上色，特别是在温差大的春秋季，不用特意照顾它，它就能显出红润状态，还会出糖心，让人不得不爱。2. 血滴子。第2种易出状态的多肉就是血滴子，应该很多花友都没有听说它吧？但是如果提到血燕、血鹰，应该就有花友认识吧？其实都是同一种多肉，它的叶片也是卵圆状的，以连坐的形态包裹在一块。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叶色一般都是橘黄色的，可是一旦出状态，就会在叶片上出现一块块明显的血斑，层次感特别强，特别是在叶心区域还会出糖心，加上特有的光泽感，颜值自然更高了。虽然多肉血滴子的颜值这么高，而且容易出状态，但是它的价格却很平民，一般在直播间不到20元就可以入手一株，比起其他贵货多肉，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因此喜欢出糖心的花友可以考虑这个品种，而想让它的状态更好，平时的养护就要用心些。一般在配置土壤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多些颗粒土，因为多肉血滴子的根系并不发达，因此多加些麦饭石等土壤，可以让土壤环境一直保持透气状态，根系的抓力才会更强。同时尽可能把它放在阳台上，当然在室内它也可以生长，但是叶片容易徒长，失去饱满度，间隔1个月再给它补充点3元复合肥，补充养分，状态就会更美了。3. 香槟。
最后一种容易出糖心的多肉就是香槟，它属于冬云系品种，它的叶片一般都是长齿形，叶背部分微微凸起，叶面平整，在表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白色保护物，而且因为品种丰富，所以根据它的颜色，名字上的前缀也不同。目前比较常见的有绿香槟、粉香槟、红酒香槟和暗叶香槟等，所以它的颜色并不统一。但是这些香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就是容易出状态，特别是在秋季，即使把它放在室内，它也可以上色，甚至出糖心，变成粉红色，而且在叶片上还会出现一些暗纹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杂交品种的优点，同时具备雪莲的出尘以及冬云的霸气，让人不得不爱。但是多肉香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生长速度很慢，因此我们在养护中不用太着急，必须通过控养的方式才可以让它保持完美状态。如果频繁给它浇水或者施肥，不到1周时间就可以看到它的叶片明显被拉长，甚至变薄，失去特有的饱满度。通过控养，让它的叶片更紧凑些，再适当补充养分，让它自然出状态，维持的时间会更久，颜色也会更美。4. 白菊。白菊的叶面包裹一层厚厚的白粉，出状态呈现漂亮的粉红。它是仙女杯系列的小可爱，株型小，但是出状态很仙气。仙人杯系列的多肉都十分好看，好养又易上色，喜欢的花友也很多，养一盆还不够，越养越喜欢。秋冬季节的白菊美得不像话，如果是露养的话，光照充足和昼夜温差大，白菊的叶端呈现粉红色，下部的是白色，白里透红的美，十分漂亮。不过只要温度在5度以上才能露养，低了就移到室内了，以防冻伤。顺便说一下，白菊要养到多头的老桩的话，非常壮观，价值也会涨10几倍。5. 紫乐。紫乐也是超级便宜皮实的多肉普货，最主要的是它太好繁殖了，生长速度又快，只需要一片叶子就能扦插，扦插成活率能达到90%以上，叶插的小苗1年就能变成老桩。紫乐也不太挑环境，即便家里光照不太好，叶片也是紫色的，阳光充足一点就变成紫色的花朵。秋天的紫乐上色也很快，晒3天，叶片就能有大的改变。多肉植物紫乐生长速度很快，所以也是比较容易徒长的。尤其光照不足、浇水多的时候，叶间距增大，叶片变得又大又尖，看起来不太好看。因为它生长速度快，发生徒长时要么砍头，要么把徒长的叶子掰掉，控水加光照，新叶片长出来就好看了。这也是让紫乐快速变成老桩的方法，先徒长，再掰叶，猛晒加控水，3个月足以从小苗到老桩。接下来的季节就是多肉上色的绝好环境，大家一定要从品种、养护技巧等方面多下功夫。除了上面介绍的上色后绝美的5种多肉植物之外，还有2种多肉，度夏无压力，非常皮实，建议大家都入手一盆。1. 西财树。西财树又叫筒叶花月，也叫玉树卷，就好像玉树的叶子卷起来一样，卷成了一个个张开嘴巴的筒子，出状态的时候红彤彤，看上去很招财。西财树的养殖方法和玉树基本一样，但是和玉树不同的是，春秋季节的时候叶子会变得红彤彤的，到了炎热的夏季也可以养在阳光下，可以说不怕高温，不怕晒。夏季养西财树只需要养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这样西财树的叶子会变得黑绿，即便不是红彤彤也不会徒长，形状还是很好的。夏季养西财树，土壤干燥之后就需要浇1次透水，而且需要在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浇水，一定不要在中午高温时浇水。而且西财树很容易长成老桩，是花花非常推荐的一款多肉。2. 艾伦。春秋季节的艾伦，叶子圆滚滚的，颜色变成粉色，好像漂亮的桃蛋一样，只是艾伦比桃蛋更容易养一些。花花的艾伦已经养了5年以上，就算去年夏季40度以上高温，艾伦也顺利度夏，而且还有一些粉色，可以说是一种漂亮肉。夏季高温花花养艾伦也是在室外露养的，只是到了多雨的时候需要搬到避雨的地方。如果阳光少一些，艾伦叶片就容易变绿变长，看上去不在状态。只要多晒一些，叶片又会粉嫩嫩的，圆滚滚的。
所以想要安全度下，选择艾伦比较保险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想买多肉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哦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如果还有其他推荐，请评论区留言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